我想我们今天是怀着有点哀伤，但是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追思会。那我可以说，马护士还有 Helen 这些宣教士是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老门诺人应该知道，门诺院下面有一个渔村，对不对？鸟踏石渔村，那个大概是你们很喜欢去的休闲的地方。那个沙滩游泳玩水。马护士跟 Helen 魏护士他们会利用时间下见面传福音，找主日学学生讲故事。家母张阿燕女士就是因为这样信主，后来她也成为马护士他们很大的帮手，帮他们煮饭打理家里。各位可能有些吃过我母亲做过的西点，那是一级棒。刚刚的照片有看到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蛮漂亮的。因为家母信主，我才可以认识主，我可以在你们教会聚会，也可以这样认识我老婆，又漂亮又能干的老婆，所以她的确改变我的家族命运。那今天我就在回想，我为什么有机会到门诺院工作？我记得那时候高院长要退休了，他们来找一位行政的管理的帮手。他们成立一个新材委员会，我印象至少3个以上来应征了，有2个已经读完院管理的硕士的学位，只有我是大学刚毕业做1年的工作，我也来了，因为现在他们叫我来应征，我也就来了。他们为什么挑我？因为我在门诺会机会，我绝对不是比他们聪明。也没有他们高，也没有他们帅，都没有。他们挑我是因为我在门诺院、门诺教会聚会，他们可能认识我的母亲，知道我母亲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这样关系。绝对，所以我觉得我很 lucky 啊，因为信主带我信主，然后不到30岁进入这个领域，我今年已经迈入70了。我手上还开始推动一个30亿的计划，我何德何能？因为这些行教师带我们一起做，改变我家族的命运。我小时候大概对马护士的印象，就像我太太写一篇文章《不掉的红玫瑰》，她的穿着永远很亮丽，花色的裙子，笑声很爽，很大声，很爽，就是很爽朗哦，爽朗从台湾过去，然后她的教会会带诗班啊，然后后来发现她会编辑主日写的那个圣诞节她会编。他还会做道具那些主日学他演戏要穿，他自己因为后来在白石教我才知道，他真的会做这些事情，真的超厉害的，他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哇，那个60几年前这样的穿着真的很特别，去过个400，真的是非常特别。他是永远那么开心哦。后来我大学毕业回来跟门诺院工作，其实他已经离开了。但是1990年，我记得1990年那时候，他那医疗界开始推动那种企业界把医院把那个品质管理要引进医疗界，讲 TQM 讲 QCC， 门诺院也开始做，但是台湾那时候资料很少，那我就拜托他说你在北美上一些 conference 找一些资料来教我们，所以他有2年时间，Peter 牧师在台北，所以他来回这样子来教我们，所以 TQM QCC 是他最早来开始教我们。后来他就回去了。我以为我们大概就在很少年，我没想到1997年，门诺院的董事送我到温哥华总院读一年的 fellowship。那我落脚在一个 White Rock 白石镇，离温哥华总院开车大概40分钟，所以我每天早上会开车去。那树跟 Peter 就住在 Abbotsford， 大概往东开，
往东开1个小时左右的地方。那芳芳发现说那里真的很多移民，然后很多问题，所以他开始一个华人的门诺教会。树根批的每个礼拜1天开1个小时的车子就来这边聚会，因为他发现很多华人需要帮助，因为移民很多问题，对白人社会很多事情不了解，所以他们就是那么认真每个礼拜。然后芳芳暑假回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到台东了，回来，他就住到我家去，跟我大女儿，她今天特别请假都来参加，因为她暑假就跟她同住。那我大女儿这次发现说他们很有趣，他们做事情非常 organized， 他们礼拜1吃什么，一个礼拜的菜单都排得好好的，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做菜给一起吃饭，给小杰，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他们2个真的 organized， 然后树做菜都做什么，然后 Peter 就要做什么，2个都这样子，然后包括下午茶的时间准时喝咖啡。巧克力吃半颗就觉得快照过，就是那么有趣的一个人。那是在 White Rock 的时候，我们跟他相聚的人，后来我就回来，大概每2年我会回去，因为那个教会我们常常会有互动，然后我都会去看他，然后他必定煮一餐大餐请我们吃。然后我发现他年龄越大，我就跟树讲说：“树，你不要这样，我带我们去看你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吃。”他每次跟我讲。这个可能是最后一餐，哇！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不得不气。结果呢，吃了10几次的最后一餐，一直他搬到了老人公寓。但是我们后来刚老人公寓之后，我还回去，还是会去看他。最后一次看到是2023年。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因为那个白石教会的会友，他们很爱他，因为他也爱他们，所以常常会去看他，常常会去看。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很有趣，他还是你各位都知道哈。穿得很整，项链、耳环、打理，就是整整齐齐的。然后就跟桌子有摆一些甜点，然后就让我们坐下来，就跟我们聊天。然后走之前一定会把他的 list 拿出来啊。David， 帮我换灯泡啊，灯泡坏了啊。帮我电脑怎么样的？他很我本来做好之后，包括东西掉到床铺底，他捡不到，我在床铺底要把它捡啊。他就是那么可爱啊！他就是那么可爱，我真的很怀念他。树的人生，他其实后来就地写信说，他们是4月9号那天早上，应该是做早餐的时候离开的，因为中午的时候那个老人公寓的找不到他来吃午餐，就赶快去找他，就躺在他，所以他没有一天需要别人照顾，然后到最后一天这样离开了。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人生。树的人生是精彩的。它像一盏灯，照亮很多人。它行出来的美善，真的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谢谢大家。